流浪6年，躲過捕殺，挺過貓瘟。它是罕見長壽的流浪貓 Lucy。西叔非常有把握 ，Lucy 至少有6歲。因為第一次見，他已經生過6個孩子。後來西叔又投餵了他5年多。他2次消失，一走就是1年。又在西叔不抱任何希望的召喚聲中突然回應。我們收留他的13個孩子當中，12個口炎發作。Lucy 很硬朗，直到最近，他的嘴巴才開始垂下長長的口水。看着他忍痛大口吃飯的樣子，我們才明白他為什麼能活得這麼久。這是流浪貓 Lucy 的故事。故事的結局和很多童話的結尾一樣，從此 Lucy 過上了幸福的生活。故事要從5年零4個月前說起。2021年12月，西叔發現高高和他的兄弟姐妹總共6個，跟着幾隻大貓一起討生活。西叔把他們都抓回去照顧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我們認識了鄰居於姐，第一次從她口中知道了 Lucy。就是他，就是于姐，你剛才講他們是有媽媽的，有媽媽的，也是狸貓，沒有人養的。我告訴你，在這裡那個窗口的那個台階底下，媽媽呢就在那生孩子。當然，那個時候她還不叫 Lucy。發現 Lucy 的孩子之後的第4個月，西叔第一次看到 Lucy。這個隱蔽的角落是西叔的投餵點，吸引好幾隻跟 Lucy 差不多大小的貓，大多胖嘟嘟的，它們很快都消失了。後來我們才知道，這裡有鄰居吃貓，也有保安吃貓。只有 Lucy 和薔薇活到現在。薔薇是因為被我們收留，而 Lucy 自己流浪，自己活下來。和其他大貓不一樣， Lucy 看着貓2晚，看了10幾分鐘才過去吃。她經常警告西叔。終於看清楚她的長相，她的鼻頭有大塊的黑色，有黑色的眼線和唇線，看起來大概有1歲的樣子。我們推測她可能是2021年上半年出生的。Lucy 很胖，很餓，一大盤吃得乾乾淨淨。我們當時經驗不夠，過了1個月才開始懷疑她是不是懷孕了。Lucy 活動範圍很大，西叔時不時在其他地方遇到她。幾次跟蹤，終於發現他們躲在附近的假山。孩子都1個月了， Lucy 生孩子真夠快的。10天後，4個孩子剩下2個。又過了10幾天，Lucy 失蹤了。本來想帶 Lucy 去絕育，結果 Lucy 先走一步。我們收留了 Lucy 留下來的這2個孩子，露露和露娜。再一次看到 Lucy 是在整整1年後，有鄰居在小區外的路邊發現她帶着幾個寶寶。Lucy 很快帶着寶寶搬家了，10幾天後才又找到他們，就在1年前西叔投餵 Lucy 的那個隱蔽角落。經過1年，野草叢生，但 Lucy 顯然還記得這裡曾經有貓糧。和1年前一樣，Lucy 一看到西叔就警告。寶寶被 Lucy 藏得好好的，西叔把手機藏在草叢裡，自己走得遠遠的，這才拍到寶寶。5個，看起來都很健康，但 Lucy 瘦了很多。有沒有口炎啊？還好沒有，太好了。這一次，西叔還沒開始跟蹤 Lucy， 寶寶就自己暴露了藏身的地方。寶寶在這裡啊。又是假山。上一次 Lucy 也是把露露、露娜藏在另一處假山。沒有發現。Lucy 很會挑地方，這邊假山很少有人打擾，外圍有樹木和草叢遮擋，石頭縫能躲藏，後面也可以逃跑，真是貓貓的世外桃源。之所以一定要找到它們藏身的地方，是要在最準確的時間點帶 Lucy 去絕育。這個時間點就是寶寶長得夠大， Lucy 即將離開的時候。上一次錯過，要吸取教訓。Lucy 一直擋在寶寶前面，繼續警告西叔。那個時候，西叔叫她露媽。露媽，露露媽媽。每天都要幫 Lucy 數數，確認每個孩子都活着。1、2、3、4、5。經常是4個孩子和媽媽一起吃，另一個躲着，應該是最小的。每次迎接西叔的都是 Lucy， 也有很多時候 Lucy 從外面急匆匆趕回來。哦，好厲害哦！西叔知道，哪天 Lucy 不這麼做，就是該絕育的時候。這一天很快就來了。7月底 ，Lucy 開始兇孩子，不讓他們靠近，這是最明確的信號。Lucy 隨時會離開。孩子們應該超過3個月了。這次 Lucy 帶娃的時間算比較長了。Lucy 很不好抓，她不進誘捕籠，導致孩子們經常進去。我看你看一會兒，結果就把露露的寶寶抓了。最後是在其他地方抓到 Lucy。
在診所，Lucy 硬是從籠子裡擠出來。Lucy 絕育後不吃飯，西數專門給她煮了蝦。寶寶吃蝦，你聞一下好不好？醫生確認 Lucy 很健康，沒有口炎。這一次 ，Lucy 正式離開了。啊，你就跑了。我們把 Lucy 這個名字給了她。沒有了媽媽護持，5個孩子開始在西數出現的時候大叫警告。西數很快找到 Lucy，5個孩子也跟來了。他們不敢靠太近，他們知道媽媽已經不是原來的媽媽了。即便如此，只要待在看得見媽媽的地方也是好的。大部分時間，5個孩子還是躲在假山。Lucy 偶爾會回來。在外面看一會兒，走了。我們越來越少看到 Lucy 了。在2023年11月的一天 ，Lucy 徹底消失了。然後西數可以摸孩子們了，必須摸，要為帶他們去絕育做準備。好厲害啊，寶寶！但分寸實在很難把握。西數完全沒有想到，不知不覺中，他們對西數的依賴已經超過了對媽媽的依戀。西數投餵完離開，他們跟着西數，一次又一次，越跟越遠，終於跟到西數的貓貓大本營，那裡離假山超過1公里。哇，對的對啊，太乖了。他們在門口住下，還會跟着西數到處逛。那段時間，正好在大本營斜對面租了工作室。我們在打掃整理的時候 ，Lucy 的5個孩子自己進來，一開門就進來，好像回家一樣自然，還是不忍心把他們趕出去。我們總共收留了 Lucy 的13個孩子，都做了絕育，都很好。只有 Luna 因為杯狀病毒得了口炎，全口拔牙。我們懷疑 Lucy 應該也帶着杯狀病毒，她會得口炎嗎？她能挺過來嗎？她到底在哪裡呢？Lucy， 每天晚上西數去投餵流浪貓，都會輕輕地叫 Lucy， 但 Lucy 一直沒有出現。今天晚上月亮太美了，天空太美了。我現在吃完飯去。哎，方同學，真的是 Lucy 耶！方同學真的是 Lucy 耶 ！Lucy， 你還活着，真是太好了。Lucy， 他還認得我。Lucy， 我給你啊，你來吃，我帶了。真的好了不起啊！对啊，你的孩子都很好。這是2024年11月，又是整整1年過去了。Lucy 還活着，變胖了。聽說流浪貓很少能活過3歲，所以我們懷疑是不是另外一隻長得很像 Lucy 的貓，但它減耳了。這個片區除了西數，沒有人會帶流浪貓去絕育，所以肯定是 Lucy。而且減耳的時候，西數跟醫生說盡量少減一點。就是這樣，沒錯。Lucy 還記得西數，當然也記得警告西數。不知道 Lucy 這1年是怎麼過的。我們唯一知道的是，那位最早投餵 Lucy 的鄰居於姐照顧過她。Lucy 從來不會在投餵點等，她會躲在西數的必經之路，地點經常變化。這是不是她的生存策略呢？大致看 ，Lucy 沒有流口水，吃飯很乾脆，應該沒有口炎。她比她的孩子們厲害多了。我們收留的 Lucy 的孩子，一個接一個出現口炎症狀，做了全口拔牙，總共13個孩子，只有1個幸免。我們越來越相信 Lucy 一定帶着杯狀病毒。第一次看到 Lucy 流口水是在2025年7月底，之後有時候有，有時候沒有。西數開始準備抓 Lucy， 這個時候相比於第一次遇到 Lucy， 西數已經積累了許多救助經驗，包括抓貓。但 Lucy 是最難抓的猫，它完全不進誘捕籠，就算吃不到貓糧，它也不進去。他不讓西數靠太近，西數收買流浪貓的手段 ，Lucy 一概不買賬。Lucy 對變化很敏感，西數給他貓條，他第一反應是逃跑。看到西數拿着網兜，他立刻跑到車底下，或者躲進灌木，或者挨着牆蹲着，網兜就罩不住他。西數把網兜背起來，怕嚇到 Lucy， 但一拿下來 ，Lucy 就知道要躲，放一個航空箱，鋪上毛毯保暖。想讓他習慣，他一次都沒有進去。西數青訓的能力，還有抓貓的能力，對於 Lucy 段位還是太低。西數想的是，
一抓就要抓到，要100%的概率。他擔心，如果一次沒抓住，Lucy 又會躲得遠遠的。他的地盤非常大。在一次失敗的抓捕後，Lucy 躲了好幾天。Lucy 不見了，Lucy 不見了。還好，後來又讓西叔看見了。2025年9月底，第一次看到 Lucy 拖着口水。這個季節，杯狀病毒開始活躍。還好 ，Lucy 不管口水流得多長，吃飯都是大口大口，有時候痛得叫出來，不管還是大口大口的。不像他那些得了口炎的孩子，一個個嘴巴痛起來就不吃飯，要一口一口餵。我們這才明白 Lucy 為什麼能流浪這麼久還活下來。她活下來的念頭太強大了，跟她對人類的戒心一樣大。但 Lucy 警告西樹的那種叫，不知不覺變得溫和，聽起來更像懇求。抓捕 Lucy 轉機出現在今年6月，於姐答應西樹在她家門口固定投餵 Lucy。Lucy 立刻覺察到變化，她開始固定在於姐家門口等西樹。於姐還答應西樹在她家院子裡放誘捕籠，全天24小時安放。之前放在路邊，西樹就得守着，而這裡離工作室超過1公里。正好西樹也學會了使用可遙控關門的誘捕籠。太好了。這期間 Lucy 的孩子 Luna 因為長期炎症導致腎衰竭，毀了妙行。另一個孩子凱西法也出現腎炎早期徵兆。我們越來越擔心 Lucy。於姐也看到過 Lucy 拖着長長的口水，她對西樹說 ：“Lucy 太可憐了，她看着我的樣子是在求我幫忙，你一定要幫幫她。”我現在要去於姐家放誘捕籠。之所以要倒這麼多，是因為還有別的貓來。這個數量不等於的。看起來萬事俱備，只差 Lucy 進籠子了。但最先進籠子的是小鳥，然後是其他貓。一隻貓猶豫了一陣子進去吃，然後帶着一個寶寶一起來吃。後來寶寶就會自己來吃了。Lucy 就不進去，西樹怕她餓到，只好另外給她餵。Lucy 的幾個孩子就有因為嘴巴痛挨餓，得了脂肪肝或者膽癜鬱積。趕快去吃。我們知道對 Lucy 要有10倍的耐心。西樹把貓糧碗放在誘捕籠外，去吃，趕快過去吃。每天往誘捕籠裡移動一點。今天是第5天，我昨天已經看到 Lucy 在這邊吃了，移動一點。視頻監控裡 Lucy 特別好認，垂下來的口水，沾滿口水的毛髮，還有她痛到用爪子去撓嘴巴的樣子。終於，貓糧碗一點一點滲入 ，Lucy 一點一點滲入。太好了 ，Lucy 終於抓到你了。過去6年，我們任由 Lucy 流浪，自己照顧自己。現在輪到我們照顧你了。我們非常擔心，我們做了最壞的打算。Lucy 哪怕肝壞了，哪怕腎壞了，我們也要救。但 Lucy 又一次讓我們震驚到了。除了嚴重口炎，她的各項指標正常，她的貓瘟抗體也夠。醫生說她流浪的時候一定得過貓瘟，挺過來了。是我先帶你回去了 ，Lucy， 沒辦法了，你要去我那邊了。天哪 ，Lucy， 她好像可以抱哎。她好像有點不像 Lucy。她不會給我搞錯貓了吧？是 Lucy。Lucy 先在 TNR 貓貓的房間過渡，我們一定要訓練她，讓她和最後的5個孩子見面。天哪，好感人啊！我第一次抱 Lucy。住院後的 Lucy 似乎放下了大部分戒備，也許 Lucy 已經準備好了，要把餘生交給我們。天哪 ，Lucy 又跟我頭頂頭，哎呦，又打我了啊！我太得意了。